年5月23日，没有眼泪，没有长篇大论，没有哭诉委屈，翟一莹只是安静地发了一条声明，几十个字，说因为个人私事，她无法继续参与《昼以继夜2》的拍摄。就是这几十个字，让一场足以掀翻她职业生涯的舆论风暴，在几个小时内悄悄平息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几十个字救了另一个人，而那个人其实跟这件事根本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我们就来认真聊一聊这件事背后那些真正值得思考的东西。翟一莹是谁？如果你是短剧圈的老观众，这个名字你一定不陌生。2002年出生，河南姑娘，毕业于上海立达学院。她入行的时间并不算长，但3年里她主演的短剧数量已经接近50部。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赛道都是惊人的。她不是那种靠一张脸吃饭就够了的演员，她的风格很鲜明、明媚、甜润、细腻，不张扬，但镜头感很强，很容易让人带入情绪。而她最被外界记住的是和柯纯的搭档，两个人合作过3次，每一次都能出爆款。最近的一部《知之父知之》上线48小时热度值直接拉到8510万，连续2天稳坐榜1。这种成绩在竞争激烈的短剧市场里，说是与 quote 爆款保障与 quote 一点都不夸张。但真正让翟一莹站上另一个台阶的是《昼以继夜》。这部剧的观看量在红果平台突破了20亿，不是2000万，是20亿。6位主演撑起的群像，尤其是他和刘宇航之间的 CP， 成了无数观众心里一根难以拔出的刺。所以当《昼以继夜2》宣布启动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会是另一场稳赢的战役。但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。5月15日到24日是翟一莹为《昼以继夜2》预留的拍摄档期。他不是临时决定参加的，他在这之前已经积极参与了主题曲的宣发，提前进入了角色的宣传节奏。这些细节都说明他是认真对待这个角色的。然后他没有出现在片场。网络上的猜测来得很快，比事实本身快得多。有人说是档期问题，有人说是和剧组闹翻了，有人说是身体出了状况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个名字被拉了进来，柯纯。理由听起来很与 quote 合理，与 quote 翟一莹和柯纯正在合作一部新剧《第25时区的情书》，而这部剧据说突然延期，所以是不是柯纯的项目影响了翟一莹的行程？热搜词条开始蔓延，柯纯的评论区迅速涌入各种质疑的声音。说真的，在网络时代，一件事要变成与 quote 舆论事件与 quote 不需要证据，只需要一个听起来说得通的逻辑链，哪怕这个逻辑链本身就是错的。而这个逻辑链恰好就是错的。根据翟一莹粉丝圈的澄清，第25时区的情书根本不是突然延期，他的档期从一开始就是按计划安排的，从来没有临时改变过。所谓与 quote 两个项目时间冲突与 quote 根本就不存在，但谣言已经跑出去了。如果你也觉得这种无端连带的逻辑很荒唐，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真相。翟一莹没有等太久，他很快做出了回应，主动说明是因为个人私事导致工作变动，并且明确呼吁希望大家不要伤害其他人。就这一句话把方向定死了。他没有哭，没有卖惨，没有暗示任何人，也没有趁着热度做任何多余的事情。这一句话做了2件事：一，承认了自己缺席；二，主动替柯纯摘了帽子。这件事在短剧圈引发了很多讨论。大家说翟一莹虽然年轻，但舆论处理越来越成熟了。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准确的。成熟不是指滴水不漏、八面玲珑，成熟是指在自己也处于压力之下的时候，还能保持一种清醒和克制，不发泄、不利用、不扩大。在今天这个流量至上的环境里，沉默有时候会被解读成默认，辟谣有时候反而会被解读成欲盖弥彰。他选择了最直接的那一条路，也是最难的那一条路。与此同时，剧组这边的处理也是清晰的。制作方与 quote 过儿短剧与 quote 表示，整个团队加上5位演员不可能无限期等待，
于是确认由朱小雪接替翟依莹饰演叶星辰一角。朱小雪的风格和翟依莹截然不同，一个是明媚甜润，一个是御姐凌厉。同一个角色，两种完全不同的气场。换角之后，关于与 quote 审美差异与 quote 的争议开始了新一轮发酵。有观众说，这种变化让他们接受不了，因为他们追的不只是剧情，还是那个熟悉的感觉。这句话其实道出了短剧观众群体的一个深层逻辑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剧是载体，演员才是核心。你评论区告诉我，如果你是观众，换角这件事你能接受吗？我们最后来说说这件事真正让我想聊的部分。翟依莹2024年主演了将近30部短剧，2025年还是将近20几部。进入2026年，她的待播作品依然排得满满当当，题材横跨重生、复仇、都市、古装、权谋。这种工作强度在短剧圈有一个叫法，与 quote 卷王与 quote， 听起来像是一种褒奖，但仔细想想背后是什么？是长期高强度拍摄，是反复熬夜，是没有喘息空间的档期，是每次角色还没沉淀好就要进入下一个剧组。任何一个人在这种节奏里待久了，都会有一个临界点。翟依莹这次因为与 quote 个人私事与 quote 退出，原因她没有详细说明，外界也无从知晓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当一个演员连一段临时的个人状况都没有办法应对，连几天的缓冲空间都挤不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行业的节奏是不是出了问题？这不是翟依莹一个人的问题，这是整个短剧行业正在面对的结构性困境。平台需要流量，于是不停复制爆款公式，资本要快速回收成本，于是拼命压缩拍摄周期，演员要维持曝光度，于是只能不断进组。整个系统高速运转，但没有人能踩刹车。观众起初会被高更新频率吸引，但当剧情越来越像，角色越来越模板化，演员的表演越来越像是在流水线上完成任务的时候，耐心就会被磨光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2024年已经有人开始讨论，短剧是不是在与 quote 提前透支与 quote 演员。2026年这个讨论没有停止，反而越来越密集。一部真正好的作品从来不是靠数量堆出来的，演员需要时间沉淀角色，剧本需要时间打磨逻辑，团队需要时间建立默契。当所有人都只追速度的时候，最先失去的恰恰是观众最在意的那种真实感。而那种真实感一旦消失，想找回来比任何事情都难。所以回到翟依莹这件事，她的成熟处理方式值得肯定，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所处的那个系统，一个让一个24岁的女孩50多部剧之后连几天喘息的空间都没有的系统。柯纯被无端拉进舆论漩涡，让我们看到了流量时代的另一面，信息传播快，但准确率不成比例。一个与 quote 说得通与 quote 的联想，就可以让一个无辜的人承受几个小时的舆论压力。这次有人及时澄清，下一次呢？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一个行业如果只剩下速度，就会失去深度；一个演员如果只剩下产量，就会失去温度。而当深度和温度都消失的时候，观众终究会用手中的遥控器做出他们的选择。翟依莹的这件事或许会在热搜上被新的词条覆盖，但她留下的那个问题不会随着热度褪去而消失。如果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记得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见。